你以为 AI 芯片的战争是英伟达和 AMD 在发布会上比谁的 GPU 算力更高吗？错了，真正决定未来2年全球 AI 算力上限的，不是黄仁勋手里那块闪闪发光的芯片，而是芯片旁边那些你用肉眼几乎看不清的小小的黑色存储颗粒，以及把这些颗粒和芯片粘在一起的胶水。这期内容看完，你会彻底刷新对整个 AI 产业的认知。你会明白为什么英伟达的股价再高，也得看台积电的脸色。为什么三星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却在 AI 时代被海力士打得节节败退？为什么2026年这个时间点会决定未来10年科技财富的分配格局？更重要的是，你会看懂大多数人正在犯的一个致命错误，他们还在用上一个时代的逻辑去判断下一个时代的赢家。你之前以为 AI 芯片的竞争是英伟达和 AMD 之间的 GPU 大战，还是早就知道真正的战场在别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我见过太多人分析 AI 产业，张口闭口就是 CUDA 生态，就是英伟达的护城河。这些当然没错，但他们都是上一场战争的遗产。现在战争的规则已经变了，范式转移已经发生，而大多数人甚至还没意识到战场已经换了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英伟达最新的 GPU 算力指标1年能翻好几倍，但你实际用到的 AI 服务速度提升却远没有那么明显？为什么 OpenAI 要限制 GPT-4o 的使用次数？为什么全世界的科技巨头都在喊算力短缺，哪怕英伟达已经在拼命出货？答案很简单，单颗 GPU 的算力早就不是瓶颈了，真正的瓶颈是数据从存储跑到计算单元的速度。翻译成人话就是你的 CPU 或者 GPU 再快，如果数据跟不上，它也只能闲着发呆。这就像你有一个全世界最快的厨师，但食材要从千里之外用牛车运过来，那它再快也没用。而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就是那个把食材直接送到厨师手边的传送带。CoWoS 先进封装，就是那个把厨房、仓库和传送带全部整合在一起的超级工厂设计图。现在整个 AI 产业的情况是，厨师已经多到快站不下了，但传送带和厨房的数量严重不足。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判断。AI 芯片的竞争已经从单芯片的算力竞赛彻底转向了系统级的供应链战争。谁能提供更多、更快、更稳定的 HBM 和先进封装产能，谁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话事人。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对吧？毕竟我们听了太多关于摩尔定律的故事，听了太多关于芯片制程进步的神话，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摩尔定律正在变慢，而 AI 对算力的需求正在以每年11倍的速度爆炸式增长。11倍是什么概念？就是每过1年，整个世界对 AI 算力的需求就会变成上一年的11倍。这个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单芯片制程进步能提供的速度。那怎么办？人类想到的办法就是把更多的芯片堆在一起，一块 GPU 不够就堆10块、100块、1万块，但堆芯片不是简单的加法。你把1万个世界上最快的厨师放在一个房间里，如果没有高效的传菜系统和厨房布局，他们只会互相打架，最后整体效率还不如100个厨师。这就是为什么 HBM 和先进封装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他们就是那个让1万个厨师能同时高效工作的系统。而在这个新的战场上，第一个摔跟头的就是那个曾经被认为不可战胜的巨头三星。你可能很难想象，三星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它能自己设计芯片，自己制造芯片，自己生产内存，自己做封装。理论上，它应该是 AI 时代最有优势的玩家。但现实是，在 HBM3E 这个当前最主流的 AI 内存时代，三星被海力士远远甩在了身后。海力士现在占据了全球 HBM 市场超过50%的份额，而且几乎垄断了最高端的产能。英伟达的顶级 GPU 绝大多数用的都是海力士的 HBM， 而三星只能拿到一些边角料的订单。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三星之痛的核心，它太全能了，以至于它总是慢半拍。三星的业务太庞大了，它有手机业务，有电视业务，有消费级内存业务，有晶圆制造业务，有芯片设计业务。每一个业务都需要产能，每一个业务都有自己的优先级。当 HBM 的需求突然爆发的时候，三星内部还在为了产能分配吵得不可开交。而海力士不一样，
海力士几乎是把整个公司的未来全部压在了 HBM 上。他砍掉了很多其他业务的产能，把所有最好的工程师、最好的设备、最好的资源全部投入到了 HBM 的研发和生产上。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商业案例，全能型选手在一个单点突破的技术革命中输给了孤注一掷的专注型选手。但你以为三星就这么认输了吗？当然没有。三星现在正在打一场生死时速的翻身仗，它的赌注就是 HBM4。HBM4 的传输速度将达到11月7日到13 Gbps， 比现在的 HBM3E 快了将近1倍。三星的目标是在2026年实现 HBM4 的大规模量产，并且直接跳过中间的过渡版本，一步到位拿出最顶级的产品，这是三星唯一的机会。如果 HBM4 它再输了，那么在未来至少3到5年的 AI 内存市场，它将彻底沦为二流玩家。而一旦失去了 AI 内存这个制高点，它整个半导体帝国的根基都会动摇。但问题来了，三星能成功吗？很多人对三星的技术实力有信心，毕竟它是全世界仅有的3家能生产高端 HBM 的公司之一。但我要提醒你，技术实力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进入英伟达的施工图纸，这才是这场战争最残酷也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现在整个 AI 产业的节奏已经完全被英伟达掌握了。英伟达不再是一个卖芯片的公司，它现在是一个定义 AI 工厂标准的公司。它最新发布的 Vera Rubin 平台就是最好的证明。Vera Rubin 不是一块芯片，它是一整套完整的 AI 计算系统的设计图。它规定了你要用什么样的 GPU， 要用什么样的 HBM， 要用什么样的封装，要用什么样的液冷系统，甚至规定了不同供应商的零件要怎么组合在一起。所有的供应商，不管你是三星、海力士、美光还是台积电，都必须按照英伟达的图纸来生产。你的产品必须通过英伟达的认证，才能进入它的供应链。换句话说，现在不是供应商把产品卖给英伟达，而是英伟达告诉供应商，你要给我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时候交货，交多少货。这就是我所说的系统权利。当你定义了整个系统的标准，你就拥有了对整个供应链的生杀大权。谁能进入你的图纸，谁就能活下去，并且赚得盆满钵满。谁被排除在外，谁就会被淘汰。这就是为什么三星的 HBM4 能不能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技术好不好，更取决于英伟达愿不愿意在下一代的 Vera Rubin 平台里给三星一个重要的位置。而英伟达现在的策略非常明显，它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它会同时扶持海力士、三星和美光3家，让他们互相竞争，从而保证自己的供应链安全，并且压低价格。但这3家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海力士现在是第一供应商，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美光是美国本土供应商，受到地缘政治和供应链分散需求的强力扶持，是不可或缺的第3级。而三星现在是那个需要证明自己的追赶者。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曾经是全世界半导体行业老大的三星，现在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和自己曾经的死对头台积电合作，甚至还要和 AMD 合作，因为他知道单靠自己已经很难撼动英伟达和海力士的联盟了。这就是商业世界最残酷的地方，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昨天还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对手，今天可能就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坐在同一条船上。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另一个真正掌握了生杀大权的玩家——台积电。如果说英伟达是 AI 工厂的总设计师，那么台积电就是那个唯一能把这个工厂建起来的建筑公司。很多人说台积电的核心竞争力是它的制程工艺，这没错，但这已经不是它最核心的护城河了。现在台积电最不可替代的能力是它的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CoWoS 是什么？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把 GPU、HBM 和其他芯片用非常精密的方式封装在一起的技术，它能让不同的芯片之间以极快的速度互相传输数据。现在 CoWoS 封装产能已经成为了限制全球 AI 算力落地的真正闸门。英伟达能设计出世界上最好的 GPU， 海力士能生产出世界上最好的 HBM， 但如果没有台积电的 CoWoS 封装把它们粘在一起，它们就是一堆没用的沙子。而且这个闸门目前几乎只有台积电能打开，三星也有自己的先进封装技术，英特尔也有，但他们的产能、良率和可靠性和台积电相比都还有不小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台积电那样的信任背书，这就是台积电最可怕的地方。
它卖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确定性。在这个 AI 算力需求爆炸，所有人都在抢产能的时代，能按时、按质、按量交货，就是最大的竞争力。全世界的科技巨头愿意给台积电支付高额的溢价，就是为了买这份确定性。你想想，如果你是微软或者谷歌的 CEO，你需要在半年内部署10万张 AI 显卡来支撑你的云服务，你会把订单交给一个可能会延期、良率可能不稳定的供应商，还是会交给台积电？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哪怕台积电贵一点，你也会选它。因为一旦延期，你损失的将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市场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台积电现在是整个 AI 产业的隐形闸口，它的产能扩张速度决定了整个 AI 产业的发展速度。英伟达的股价再高，也得看台积电明年能拿出多少 CoWoS 产能。但台积电也不是没有隐忧，最大的隐忧就是地缘政治。这个话题我不能展开说，但你懂的。全世界所有依赖台积电的公司现在都在做同一件事，分散供应链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英特尔和三星都在拼命发展自己的先进封装技术，这也是为什么美光的地位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光可能是这一轮 AI 供应链重构中最大的赢家之一。作为美国本土唯一的高端内存供应商，美光天然就享受着供应链分散的红利。英伟达、微软、谷歌这些美国公司为了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必然会把越来越多的订单转移给美光，而且美光自己也很争气，它在 HBM 技术上的进步非常快，虽然现在还落后于海力士和三星，但差距正在迅速缩小。预计到2026年，美光也将实现 HBM4 的大规模量产。到那个时候，全球 HBM 市场将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三足鼎立的格局，海力士领先，三星追赶，美光作为美国本土的保障力量。而这个格局恰恰是英伟达最想看到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最大限度地制衡供应商，保证自己的供应链安全和议价能力。说到这里，你应该已经能看清整个 AI 芯片产业的权力结构了。最顶层的是英伟达，它定义标准，分配订单，掌控整个产业的节奏。第二层的是台积电，它掌握着最关键的封装产能，是整个产业的瓶颈。第三层的是海力士、三星和美光，他们为英伟达提供 HBM 内存，互相竞争，也互相制衡。而曾经被认为是主角的 GPU 设计和制造，现在反而变成了整个产业链中相对不那么平静的环节。这就是范式转移的真正含义，权力已经从芯片设计者转移到了系统定义者和供应链掌控者手中。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未来2年，这个产业还会发生一次更大的变革，那就是定制化 ASIC 芯片的崛起。现在的 AI 算力市场几乎是英伟达通用 GPU 的天下，但未来市场会逐渐分化成2个部分，一部分是通用算力市场，依然由英伟达主导，另一部分是定制化算力市场，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玩家。什么是定制化 ASIC？ 就是专门为某一个特定的 AI 任务设计的芯片，比如专门用来训练大模型的芯片，专门用来做推理的芯片，专门用来做视频生成的芯片。通用 GPU 的好处是灵活，什么都能做，但缺点是效率低，成本高。而定制化 ASIC 虽然只能做一件事，但它的效率可以是通用 GPU 的好几倍，成本却只有几分之一。当 AI 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当各个公司的 AI 应用开始成熟，他们必然会越来越多地采用定制化芯片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就是为什么谷歌有 TPU， 亚马逊有 Trainium， 微软有 Maya， 特斯拉有 Dojo。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正在涌入定制化 AI 芯片这个赛道。但定制化芯片的崛起并不会颠覆英伟达的地位，恰恰相反，它会进一步强化英伟达的系统权力。因为哪怕是定制化芯片，也需要和 HBM 先进封装、液冷系统整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而整个系统的标准依然是英伟达定义的。你的定制化芯片必须能和英伟达的生态兼容，必须能放进英伟达的 AI 工厂里才能被使用。所以未来的 AI 芯片市场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双轨结构，英伟达提供通用算力和系统标准，其他公司提供各种定制化的算力补充。英伟达依然是整个生态的中心，但其他公司也能在自己的细分领域里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这个双轨结构将会在2026年基本成型。2026年是 HBM4 大规模量产的年份，是下一代 Vera Rubin 平台落地的年份，
是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大幅扩张的年份，也是各大公司的定制化芯片集中上市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将会决定未来10年整个 AI 产业的财富分配格局。现在所有的巨头、所有的资本都在为2026年这个时间点做准备，他们在抢产能，在抢技术，在抢人才，在抢进入英伟达施工图纸的门票，而大多数普通人还在盯着英伟达的股价，盯着每天的涨跌，在那里追涨杀跌。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更深刻的变革正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发生。这就是我最想提醒你的地方。大多数人在投资科技股的时候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只看公司的现在，不看公司的未来。他们只看今天谁赚的钱最多，谁的股价最高，却不去想3年之后这个行业的规则会变成什么样，谁会成为新的赢家，谁会被淘汰。就像3年前，没有人会想到生产内存的海力士会成为 AI 时代最炙手可热的公司之一，没有人会想到把芯片粘在一起的封装技术会成为整个产业的瓶颈。3年后的今天，同样会有很多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公司成为未来的巨头，也会有很多今天看起来不可战胜的公司慢慢走向衰落。这就是科技产业的魅力，也是它的残酷之处。它永远在变化，永远在颠覆，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永远的追赶者。而现在，我们正站在一个范式转移的十字路口，旧的规则正在被打破，新的规则正在被建立。在这个时候，谁能先看懂新的规则，谁就能在未来的财富分配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最后，我想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决定 AI 算力的到底是什么？不是单颗芯片的算力，不是 CUDA 生态，甚至不是技术本身，是制造能力，是稳定的、大规模的、高质量的制造能力，是能把设计图变成现实，能按时、按质、按量把产品交到客户手中的能力。这场芯片战争已经从发布会打到了工厂里，已经从技术之争变成了供应链之争，变成了信任之争，变成了确定性之争。谁能稳定地制造出更多的 HBM， 谁能稳定地提供更多的先进封装产能，谁能稳定地跟上英伟达的节奏，谁就是这场战争的赢家。而那些只会在发布会上画饼，只会讲技术故事，却拿不出稳定产能的公司，最终都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帮你看清了 AI 芯片产业的底层逻辑，帮你避开了那些最常见的认知陷阱，留个赞就行。如果你想继续跟着我拆解那些大多数人看不懂的市场真相，点一下关注。后面我会继续深入分析2026年之前 AI 产业链上还有哪些被低估的机会，以及哪些看起来很美的陷阱。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当 AI 的底层生产力不再由最聪明的设计师决定，而是由最能干活的工厂决定时，整个科技行业的权力结构会发生怎样根本性的变化？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最后提醒一下，本视频内容仅用于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专业投资建议。如果涉及金融、法律、税务等问题，请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框架都不同，请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决策。